普在打中国牌，这一次呢，他面对的问题就是其中选举的压力现在升高了，还有包括他在美国自己内部的民调，跟他在处理伊朗的问题上造成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呢，他现在急速要唯我能压制北京的这种强人形象，给自己美国国内的民众看。所以呢，包括他现在最新在今天早上，他控诉中国大陆介选，甚至说要封杀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记者等等。却遭到习近平反拿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美中的新一轮政治攻防，我们要来赶快看到，就是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川普发表的这一场最新的演说，一开口其实也不意外，总共只有30分钟。美国总统一开口就说呢，美国的经济已经重回正轨了，美股现在正在历史的高点啊。他说，在他任内，现在呢经济好得不得了。那么他话锋一转，也在批评中国大陆。他说呢，北京啊是否有介入介选呢？他曾经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窃取超过2.2亿美国选民的资料，试图要影响选举的结果。因此呢，川普呼吁说，国会赶快把拯救美国法案赶快过吧，强化一下美国内部的选举制度安全，也修补我们的选举漏洞。除此之外呢，他再度的收紧对于中国大陆的各种限制，包括未来呢，他有特别强调最长期限，也就是这些中国大陆的记者在美国待的最长期限只能有90天。那他也另外说了，其他外国学生啊、文化交流的这个访客啊等等，都要做一些比较严厉的收紧措施哦。那么表面上，川普再次的将中国定调为最大的战略威胁，但是问题来了，现在大家也在看说，为什么你嘴巴上喊话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威胁等等，但是却不敢升高对于中国大陆有实质的制裁行为呢？尤其是在这个稀土方面，美国政府指控说中国大陆为履约出口稀土，但是呢，我们看到川普至今保持晋升，不敢对中国有任何的动作。那专家也就在特别解析了，是不是因为呢9月份的习川会即将要到来，所以呢要保留这个给中国一些的余地，不愿意让这个关系失控，免得未来美国还真的是拿不到任何的稀土了。那有关于这一场川普的这个安全演说呢，选举安全演说呢，有一些媒体不买账。我们看到包括了 NBC 还有 ABC、CNN， 他们都拒绝在黄金的时段主频播出有关于川普的这一场选举演说。那么 CNN 也特别做了一个讽刺分析说，川普过去多次质疑美国大选的结果，尤其是在2020年当时败选之后，拒绝承认结果，试图用法律啊、政治手段推翻选举，最终才会引发当时在2021年爆发的美国国会暴动的事件。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其中选举逼近，现在呢，川普可以说内外交迫，可不可以说他故意来借由所谓的中国牌来化解他目前的政治危机？那川普也指控中国大陆窃取了2.2亿选民的资料，那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川普在打预防针，在为他的其中选举的败选在打预防针，想把这个责任推到中国大陆的身上。但是我觉得美国选民不买单，美国的情报单位也不买单，美国的舆论界更不买单啊！因为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主流媒体不太愿意把它登在主要的版面，而且不太愿意把它放在它的黄金时段里面来播出。这代表什么？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于川普的这一次的演说并不买单。第一个。第二个，当他演说一结束，第一时间很多媒体就开始拆他的台了，还不需要中国大陆出手，美国的媒体自己拆他的台。是为什么？因为美国媒体马上把 CIA 的正式的官方的调查，在2021年的调查报告拿出来，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没有介入美国的选举。2021年一个非常正式的官方的文件在国会，因为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说中国大陆没有介入美国总统的选举，这是这个美国最早的时候的，我们看到美国的主流媒体就已经把这些情报单位的讯息跟川普的指控把它摆在一起了，然后接着媒体就问说，你指控中国大陆有介选？这很有意思哦，是美国的以前的仇中反中的媒体在帮中国大陆说，你既然指控中国大陆有介选，请你拿出证据来。结果他说川普完全没有拿出任何证据。那这一点对他们来讲的话 ，CIA 之前说没有，他是有官方的报告的。你川普说有，
但是你又没有证据，那因此这个媒体他们就说，那我相信官方报告，而不相信你信口开河的，这个最有意思。大陆到现在还不用出手啊，美国内部里面已经先打了。接着大家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美国总统川普在2020年的时候，他是总统还是候选人？他是总统又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更重要的地方是他是现任的总统。他既然是现任的总统，所有的情报机构都掌握在他手中，除了有情报总监以外，CIA 直接向他负责，FBI 的局长直接向他负责，国土安全部的部长直接向他负责，还有这个国防部的军事情报局直接向他负责。换言之，就是说，美国的所有的情报系统都直接向特朗普负责。川普每天上班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国家安全简报放在他办公桌上，他要先看国家安全简报，国内外的安全跟美国有关的，他要先看。所以这一些讯息都在他办公桌里面。但是问题就在于选举前，他是绝对有权利去动员所有的这个情报力量的，安全力量的。如果在选举前就有中国大陆那么开始窃取美国的选民的资料，那 CIA 应该有资料嘛？那已经进来美国了 ，FBI 应该有资料嘛？那已经开始介入选举的国土安全部应该有资料嘛？结果所有的资料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川普就是凭空杜造的就说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论述，这样的一个论点不利于中美的发展。我甚至高度怀疑9月24号，习近平会不会到这个华府，或是到这个海福庄园去访问？这个已经有一个问号了。我们并不能够用说他一定会去，而是我觉得有个问号出现了。这代表什么？川普开始搞砸所有的事。就在这个地方的没几天，先放出说稀土的这个中国大陆没有兑现，可是马上又有人说，而且不具名的美国的政府官员说，他优先处理没有不兑现如果他不兑现的话，美国汽车工业早就瓦解了。也就是说，除了军用稀土以外，其他的民用的可以用的稀土，事实上还是有在出口。这个都白纸黑字，进出口的海关都写得很明白。怎么会有人来放这个话呢？谁放话？我觉得要追查这个放话者是谁。我觉得这才是关键的要点，因为海关上面有注记，稀土出口到美国有多少，这个是白纸黑字，这是科学证据嘛。好，这个有关于稀土的问题川普也是想说他要好好的处理，就怕什么呢？就是9月份的时候，习近平会不会就拒绝访问华府了？那到时候如果真的搞砸的话，是真的美国剩下的这些稀土是完全都拿不到的，这是川普现在所最担心的事情吗？那厉将军又怎么看？我觉得中国在外交上面已经转守为攻了，这很明显。如果说按照美国的学者他所提出的修习里德陷阱来看的话，他认为说是当有一个新兴的强权冒出来的话，跟挑战旧有的强权，这两个国家势必发生战争，势必发生，不敢说一定是军事上的热战，也有可能是包括经贸、科技等等的热战。那我们用这个理论来检视美中两国现在不就正陷于一种就是中国可以说是新兴的霸权了哈，那美国是既有的霸权。虽然说美中双方并没有陷于军事的热战，可是我们很明显看出来，不管是在科技方面、经贸方面哈，甚至于外交、地缘战略上面，可以说都互相的彼此在争斗之中。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也改变他的态势。以前来讲，他第一个可能限于自己的这种反击的工具不足哈，所以他通常都是比较选择隐忍的方向，然后等待时机到来哈。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这些年来，不管我们看到中国在稀土方面，他觉得他掌握到了这个有力的反击工具；在经贸方面来讲，他现在是全世界第2大的经贸体，他现在有这个底气，所以他现在开始什么？他开始亮剑。什么叫做亮剑呢？就是不忍不退不让啊，这个态势已经摆出来了。有一句话叫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看中国现在在方方面面，在全世界各个方方面面，不管是经贸、科技或者军事都是采取的对等报复的手段。譬如说是美国对中国实施科技方面的制裁，在晶片方面对中国制裁，中国现在马上利用稀土
立刻就反击美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这个现在变成反而是美国必须要隐忍，不然的话，这个如果说美国自己不隐忍，他这个可能中国企图对他管制以后，他不管是未来在军工产业或者是新的晶片产业，都会受到很大影响。第二个我讲的最明显的，譬如说日本高市早苗冒了那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们看到中国不管从军事上面派军舰突穿第一岛链啊，或者是对日本也实施20家企业实施军民两用器材的管制出口的管制啊。另外在经贸上面也是一样，美国对你实施关税贸易的这种手段之后，中国也开始对等的手段回击美国。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国来讲有这个底气对付美国，那反而是川普为了这次的选举，他必须要隐忍。好，所以我们一方面也是看到现在美中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博弈持续的升温。那就在此刻呢，在持续升温的同时，现在呢，来自于皮耶最新曝光了一份全球民调，这个民调蛮有趣的就是他这边调查了35个国家来说这个。对于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好感度，那我们来看到35个国家当中有25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现在最新的结果出炉是好于美国的，也代表美中两国的全球形象出现了20年来最大的逆转。尤其我们特别看到几个国家原本应该是比较对美国有好感的，但是现在呢，他们说对这个中国大陆的领袖习近平的好感度比较高，这当中包括了美国的盟友加拿大、墨西哥，甚至还有法国、英国。这个还有德国等等的欧洲大国都对习近平比较有好感，那对川普比较有好感的，包括了现在有这个美国的铁杆盟友，像是日本、还有韩国、还有菲律宾，甚至是印度。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犯了这个3大战略错误，让美国的在世界的好感度下降。第一个，美国有些就比如说他这个川普放话的这一个。时机不对，像比如说要把这个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这个你没有水到渠成，时机不对，你讲这个话，加拿大会高兴吗？你听了都不高兴，你怎么是？还有一个要把那个格陵兰，要把格陵兰吃掉，你丹麦会高兴吗？不可能的，丹麦人全部都反对啊。还有27个欧盟没有一个赞成呢，还有32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没有一个看好哎，那你这个讲这个话干嘛？做到了没有？时机到了没有？有没有水到渠成？有没有这个气候已经形成？没有啊！你这个不是放这些话，你就得罪人家嘛？你的好感度立刻下降。第二件事情，他犯的战略错误是关税战。你关税打了，大家全部不高兴，而且忽高忽低，一下报复，一下给它调整到30%，有50%，还100%的。是你这个摇来摇去然后也没得到什么美国又得到什么甜头。但是问题是你因为关税战，你得罪了很多的国家。中国老百姓，我们做生意的，我要赚钱。结果你这关税战弄来弄去，这个是又要调征港口税，到货又要怎么样？哇，搞得大家鸡飞狗跳，怎么无所适从？你这个想要对美国会有好感吗？不可能的事情嘛，这个是个很大的战略错误。第三个，美国这一次在中东地区尤其在以色列上，美国总共在联合国行使5个常理行使否决权，总共90多次，其中50次以上是挺以色列。一票否决讲1票，2票就算了，因为你包含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法国还有英国，你一票否决的，美国用了90多次，50次听。那这一次从那个以色列在实施那个加沙走廊的时候，到现在实施了6次1票否决，大家都要谴责以色列，大家都要要求以色列不要再进行屠杀战争了。美国1票否决，你看看，那全世界会对美国会有好感吗？对，就让以色列在加沙走廊杀了巴勒斯坦7万多人，在黎巴嫩南部地区黎南地区杀了已经超过4000多人，你看看，以色列人们肆无忌惮，因为联合国没有谴责，为什么没有谴责？美国1票否决，我怎么谴责啊？是这样，点点滴滴，这就是美国所犯下的战略错误，那全世界对他的好感度就会急剧下降。是，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
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